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你说这车会把咱们俩撂在地老天荒的地方？我每天都在祈祷。祈祷什么？这破车快点抛锚！这哪叫祈祷啊？这分明是诅咒。当然是祈祷啦！我还觉得天不够老，地不够荒呢。到时候我们就在那儿开荒种地，生孩子，也不管他吃膘不吃膘的，爱生几个就生几个。你说认真的？问你话呢。你想生几个呀？那我可真让这车抛锚了。快点儿！你是说你会娶我吗？那得等我做成几笔生意。又来了。什么又来了？你们不都觉得我这样的女人就应该配那些有权有势或者有钱的男人吗？所谓骏马配酋长。如果你们真的想做，走啊！抛锚？胡说！真的？真的？真抛锚了？都是被你诅咒的。现在你要兑现你的诺言，跟我开荒种地，生儿育女。哎，小心，水凉。凉不凉？要不然，咱俩试试就知道了。小心点儿，那水深。干嘛要这样？你吓死我了！我一脸口水。我要真死了，你会不会悲痛欲绝，然后孤独终老？对，油门别踩太急，对，油门踩浅一点，慢点，万一不行踩刹。你要小心刹车啊，知道吧？不是，他们两个长得太像了。看前面，慢点，刹车，刹车！这是怎么开的？这是下车！下车！你不许下车！下车！你这是往哪儿开？对不起，哥哥，都是我的错，抱歉。都你错弄完了啊！压了这么多的向日葵，赔我钱！就这香，
这钱怎么还湿的呢？啊，就这么点啊？这点啊，不行，肯定不行。上一回也是开一个轿车的，撞死了我们3头羊就跑了。那车可不是我的车，也是这黑颜色的轿车吗？就是啊。这老乡，您可得讲点理啊！讲什么道理啊？赔钱不赔钱？不赔钱动手，不赔钱。不能动手。你看一下，这是我的工作单位和我的名字还有电话号码，你们算一下到底要赔多少钱，给你们送过来也行，你去找我拿也行，但你别动手，你别仗着他是个男的不能打你，我能。嘿，你还挺厉害呀！我看见了，就是你开的车，长得一脸妖精样，怎么着？打我呀！你打我呀！打我！哎，你这什么？有什么事冲我来，跟他没关系。副连长，有事冲我来，别动他！对不住大伙了，这是我大表哥，他是过来看我的。大表哥怎么了？大表哥啊，咱们村铺了新道，建了新房，把他给站迷糊了，一定是啊。古玉，你家亲戚啊？是，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压坏的向日葵，回头找我们家乘凉，全给大伙赔了啊！回头找他行不行？给个面子啊，给个面子，谢谢。走吧，大表哥，表嫂。好，小表妹。你一会儿啊，赶紧把这3九感冒灵给喝了，别感冒了。说你俩怎么回事啊？这不刮风不下雨的，都能湿成这样。我俩不小心掉水里了。不小心啊？你俩一起掉的？我先掉的，他后掉的。什么啊？赶紧给我找2件干衣服，湿乎乎的，我难受死了。活该！快点啊！给你找这2件啊，凑合着穿吧啊。行，谢谢。你这核桃树什么时候收啊？哟，穆连长，你还认得核桃树呢？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能不认得这个？我可真不记得了。你这太阳啊，都比城里的凉快。这太阳还有凉快的嘞？真的，这儿的太阳光新鲜，不含那么多的灰尘杂质，就不那么热。不过老周也说我们这儿的太阳和空气啊都特别新鲜。他原本打算在这儿住1个月，现在都快住了2个月了，还不想走呢。说在这儿写书啊，特出活。对了，他还给我们村写了篇文章呢，等回头登了报啊，说不定他那些作家朋友都会来我们这儿住。哦，你的意思是，只有写书的能来住，我就不能来住？你古玉，对我真好，还帮我把衣服洗了。傻笑什么傻笑？我穿捕鱼衣服不好看。那你刚才说的是你还是你们呢？再来，那就是我们了。你俩背着我说什么悄悄话呢？那是要明年还是后年？后年？那咱哪等得及啊？啊？你也是带过兵的人，怎么也开始学的油嘴滑舌的了？这我干嘛？挺好的。等你们回头走的时候啊，带点我们山里这野蘑菇走，炖肉可好吃了。我可听说，越漂亮的野蘑菇越有毒啊。有没有毒，吃了才知道。古玉，你别说，你这院子弄得越来越好了。你看这家房子啊，是我跟程良我们2家人凑钱盖的。老周说应该给他扩建一下，建成一个真正的那种农家院。
他说我们这儿旅游资源好，现在路也修好了，城里人啊很快就会发现我们这儿，到时候啊都上我们这儿来旅游。那个周大作家还挺会说的。哎，这人呢？怎么没见着他？他去山上玩了，说去山后转转。那这么说，我跟茉莉也算是你们这儿的第一批游客了。曾老板以后生意一定会兴隆的，但是你以后客满了，不会把我们拒之门外吧？哟，还我们上了？听见没有？听没听见？怎么啦？就我们。哎，你这鸡蛋跟西红柿，怎么了？你这西红柿放太多了。不会啊，我尝一下。小心别撞头。上去待一会儿吗？太晚了，明天我还得上班呢。就是小会儿。明天见。10分钟。明天见。你先走。我命令你，你先走。小心点儿，别再撞树上了啊！回来了。东海，你回来啦？是惊喜还是惊吓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你回自己家了吗？叔叔阿姨怎么样啊？你刚才干嘛去了？
我去郊区看了个战友。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个煎蛋吐司。不用，我不饿。让我看看，我还是喜欢你长头发的样子。以后不许剪短了，听话。我给你带了好东西。哇哦！来，试试。听话啊！我们分手了。Do you like it？ 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了，我们分手了。我跟你说，这可是意大利设计师的定制款，花了我1个月的工资呢。挺好，尺寸合适啊。还有好多东西呢，等着。你知道吗？我这次给你带了一大堆好东西。咱们一件事啊。哎，啊，这件是披肩。我们能聊一下吗？来，转过来我看看。看一眼，端庄。我看看长短啊，长了点儿吧。这件不好，换一件。这件白颜色的。来，转过来。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你能听我说一句话吗？没有啊，我正想听你说呢。来，那你说说，你刚才干嘛去了？你刚才进门问过我了，我说过了，我去郊区看战友了。就是看一个战友啊。刚才你们在楼下依依不舍的样子，我看见了。茉莉，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呢。怎么可能呢？你3、4年没见我了。就是说呀，3、4年还那样，我真是佩服你啊，一直能保持原样。你什么意思啊？一如既往呗，张嘴就是瞎话。我说实话，你信吗？其实你根本用不着骗我去看什么老战友，出去玩就是出去玩嘛，玩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儿。我就是光明磊落的去郊区看战友了。我不是要跟你追究什么，你追究不追究，我都是去郊区看战友了。茉莉，我接了你一通电话，我就同意跟你分手了。现在我连一句实话我都不配听。你同意跟我分手了，这个戒指是什么意思？到底要我怎么样你才知足啊？你才知足？你说。刚才是我冲动了，对不起啊。有一条死了。别哭了。对不起。
小铁工总，医院门诊部。你好，我想找一下茉莉。医院的门诊部，她请假了。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喂，您好，找谁？你好，我想找一下茉莉。啊，您稍等。茉莉，你电话。茉莉。喂，您好，他好像不在，但是我也没看见他出去，也可能是生病了吧。什么？他生病了？那这样，麻烦您如果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一声，今天晚上我们本来约好一起去看电影的，但是公司有点急事儿，我实在去不了了。您贵姓啊？我叫穆剑锋，谢谢您，再见。这下晚上有空了吧？嗯，正好，我带你吃饭去。想吃什么？西餐？中餐？那行，听我的吧。我看看啊，穿这个，来，我最喜欢看你穿白色了。换上，我在外面等你。
找茉莉。啊，茉莉身体好点没？好着呢。她在家吗？出去了，打扮得跟天仙似的。病好了就好。生病？她男朋友刚从美国回来，给她带了那么多好东西，活蹦乱跳的，好着呢。谢谢，再见。你先坐一下。这个药呢，你要是晚上不咳嗽，咳得不厉害就不吃，咳得厉害就吃。行，谢谢娘了。不客气，记得多喝温水啊。行，谢谢。哎呀，我这看着都好笑啊！你说像你这样的大夫，要是到了美国之后，只会开一些止咳药水、板蓝根什么的，人家不认的。那我去美国干什么？你可得干件大事，就是当我的老婆。你跟那个姓穆的说了吗？说什么呀？说你要跟我去美国。你要是不能说的话，我帮你去说。我会跟他说的，会跟他说的。怎么相信人呢？王丽，别人呢可以相信，就是不能相信你。穆剑锋吧，我是郭东海。你好。今天走路太匆忙了。头撞在铁架子上。你看我们是在这儿谈呢，还是找个地方谈？这么晚了，只能到我屋里谈了，请吧。好，我路不熟，我跟着你。你怎么会不熟呢？你肯定不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吧？就算你是第一次，等了这么半天，临时侦查，地貌地形也该摸清楚了。你怎么知道我等了半天？不知道，瞎猜的。进来吧，进门请关门。
有什么话坐下说吧。穆总也是看书的人，不常看，得分什么书？恐怕得分是什么人的书吧。这一本书就有一本书的调调，比如说这本，应该就是茉莉的小资调。朋友嘛，接触久了，来往多了，就会潜移默化的受影响。坐吧。我等着呢。你是要跟我谈茉莉吧？假如你是要跟我谈她，跟你没什么好谈的。你不会是想否认你追求茉莉的事儿吧？她跟你说我在追求她，穆总，别否认嘛。老实说，当年我追求她，那也是费了老劲了。像茉莉这么漂亮的女人，身边多几个追求者，很正常。明白了。追求茉莉，只能证明这个男人正常。那我应该是正常中的正常了。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想追求他。那是什么时候？4年前吧。难怪了，4年前，他军医大毕业，就参加了一个什么医疗小组，回城之后，对我的态度就变了。那个时候我刚去美国留学，留学之前，他经常来我家，可从那之后，他就很少来了。估计那可能就是你追他初见成效的时候。可能。穆剑锋，咱们开门见山吧。我今天来呢，就是要告诉你，茉莉终究会回到我的身边。为什么呢？因为这女人呐，比什么都实际，尤其是特别漂亮的女人，她们就是衡量男人成功与失败的寒暑表。你的成就高一点，那么他对你的激情就升温一点。谢谢赐教。不客气，我再教你一招吧。你要是真想追求茉莉这样的女人，那就得出国，攻下博士或者硕士，要不你就挣一大笔钱。穆总，这个年头呢，不是你当年在部队里当什么老虎连连长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只要你能吃苦耐劳，再加上点小聪明，再加上部队里特别欣赏的什么有病坚持工作的苦肉计，你就可以一步步往上爬。喊几句豪言壮语，你就是英雄，对吗？可现如今的英雄该怎么解释？你知道吗？得有文化，有学历，有文凭。你要是连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还敢追求茉莉这样的女人呢？那你就是自讨苦吃，自不量力。说完了。说完了。说完了，好。说完了，你就可以走了。我该睡觉了。走吧。
我这升大门呢。早知道你就这么2句话，我就不请你上来了。这2句话在哪儿不能说呀？大庭广众也能说，谁爱听谁听去呗。走吧。别着急啊，穆总，我还有一句话要跟你说，我得谢谢你，由衷的。你看啊，我不在的时候，你帮我照顾茉莉，你把她拐到深山老林里去照顾，把她带到水库里去照顾，那真是无微不至啊！谢谢。那你干嘛要回来呀？你要是不回来，我就可以关上门，拉上窗帘，慢慢的照顾她了。吴建峰，我再问你一句，你跟我说老实话。我这个人只会说老实话。你他妈和茉莉发展到哪一步了？我凭什么要告诉你？你当兄长！你怎么打架跟个老娘们儿似的？拎起什么是什么，毫无章法。妻子，流氓！你勾引别人的未婚妻，你他妈算什么玩意？把最后这句话给我收回去。我他妈凭什么说？哎，你给我收！我替你收！只要我这胳膊稍微一使劲儿，你下半辈子的恶心话，我都替你收回来。兄弟啊，贷款的事儿你还得再帮帮忙，看看能不能再贷出100万来。连长，实在是不行，我这出来在公用电话亭给你打的，100万绝对不行。别说绝对这2字儿，咱们是老乡是吧？又是战友，又一块儿转业在城里边打拼，你也知道都挺不容易的，你看能不能帮帮忙，试试？哎呀，真是不行，你不知道。现在我们行里贷款管的是特别紧，你公司又欠着这边利息，追查起来，我的饭碗不知道还能不能端稳呢。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求你了，50万也行。50万也不行，那就40万总可以吧？你个姓邱！头怎么了？哎，别碰！磕了一下，磕哪儿了？晚上喝多了，可桌角上了。缝针了吗？哎，一点小伤，缝什么针？小伤包成这样，在哪个医院包的？包这么丑？你受伤了，干嘛不来找我？这么不想见我？事儿多嘛，忙不过来了。就因为这个喝多了？受伤了还喝酒？你怎么来了？你不想见我，我想见你。
最近公司事儿挺多的，一直忙不过来都。看出来了。那我请你出去吃点好吃的。以他的那事儿，实在是出不去。就占用穆总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吗？你点你自己的，我吃不下。穆总是在外边吃腻了吧？看来那个姓郭的还瞒着你呢。他什么都跟我说了，怎么跟你摊牌的，怎么在你门口埋伏的，所以我才那么着急见你呀。其实你真的不用多此一举来跟我告别。你怎么知道我是来跟你告别的？你不是要跟他去美国当陪读夫人吗？什么时候走啊？你命令我吧。命令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你命令我嫁给你，我就嫁给你。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夏天，你就是那么命令那些战士们的。我就喜欢你那个样子。好，我命令你，再也不要来找我。嫁给我，那是扯淡。我要是下这种命令的人，你老早就跑了。你茉莉之所以赏我，之所以允许我给你掏金库掏了这么久，是因为我还在乎自己的自尊，跟那些天天跟你起腻犯贱的男人小有区别。但是我告诉你，茉莉，如果我穆剑锋打不下半壁江山，我永远不会跟你提嫁娶之类的话。你配合我一下，离我远一点。就算你是成全我，而且我现在分不了心，我正在赤手空拳的创业呢。我就不能跟你一起赤手空拳吗？不行，你以为所有的事儿都像儿女私情一样可以玩？男的创业是很残酷的，九死一生。你别这么看着我，我就害怕你这么看我。是我穆剑锋不配你。你在连里边看到的那个呼风唤雨的穆剑锋已经是过时的英雄了。现在的英雄，要文化，要学历，要出国镀上一层金。这些男人都一样，说话的口气都一样，庸俗、功利。祝你在美国一路平安，再见。干嘛呀？你放开我，徐导！放开！你不能走，因为什么？因为你还有一本书没还给我呢，把书还给我再说再见。
没事吧？你刚才说喝多了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工作遇到什么难处了吗？你说来给我听听，说不定我能帮忙。难处是一定有的。我要是因为这点难处就跟女人嘚啵，我还算什么男人啊？你放心，等东海一回美国，我就会写信把实话告诉他。我会跟他讲，我移情别恋了，4年前就移情别恋了。爱情不能勉强的，对吧？我现在当面跟他说，他这个人脾气不太好，会失控。等他一到美国，我就会把信寄给他，他伤心也好，生气也罢，反正我也看不见了。他刚找到工作，不会为我再回来一次的。不相信我啊？我信都已经写好了，给你审阅一下。好漂亮啊！这是你们的订婚戒指还是结婚戒指呀？这是他第1个月的工资，他买了这个当礼物送给我。1个月的工资就这么多，能买这么大一个钻石？你之前一直戴着它的吧？在见到我之前才摘下来的吧？怕我心里边难受？不是的，我没。我从一开始就不想戴，是他逼我戴的。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永远都是只考虑自己。他不会管我愿不愿意，对我好也是这样，从来不会管我的。我只要拒绝，他就会失控。他对你好有什么受不了的？我巴不得有人对我好呢。再说了，你要是想还给他的话，你早就应该当面还给他呀。戴上。我刚才说过了，等他一回美国，我就会把信寄给他，然后我会把这个还给他妈妈，让他妈妈替我还给他，你听得懂吗？还给他干什么呀？戴上吧，放在包里边容易丢，这么贵重的一个戒指，丢了多可惜啊！来，我帮你戴。手拿过来。你干嘛也逼我呀？我不是怕你丢了吗？丢了就丢了，活该！好大的口气啊！这么贵重一戒指丢了就丢了，活该！我勒紧裤腰带攒钱，攒上它5年，也不见得能够买得起它。你觉得1颗钻石就能把我的心收回去，对吗？我会还给他的。回去吧，我这还有事儿要忙呢。穆剑锋，你相信我？我相信。
我今天来呢，就是要告诉你，茉莉终究会回到我的身边。你要是真想追求茉莉这样的女人，那就得出国。我就是想去看看美国到底有多好。这个年头啊，可不是你当年在部队上当什么老虎连长的时候。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夏天，你就是那么命令那些战士们，喊几句豪言壮语，你就是英雄。我就喜欢你那个样子。可现如今的英雄该怎么解释？你知道吗？得有文化，有学历，有文凭，要不你就挣一大笔钱。这是他第1个月的工资，他买了这个当礼物送给我。你要是连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还敢追求像茉莉这样的女人呐？先生。要账的，那608的人呢？敲门啊！没人答应。没人答应就是没人呗，明天再来啊。都来了好几天了，一直没碰上人。什么狗屁合资公司，整个就是骗子。打了好几天电话，根本没人。听我干嘛？别说，别说！你要是不跑，我就放开你。不理智。真的是找你来了。是。不用你管，我自己跟他们说去。我就不信他们这就是鬼所。这都什么鬼字？你跟他们说得清楚。他们什么人啊？啊！你听我说，你还是先躲躲吧。躲什么躲啊？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扛。我待人不过，3斤2斤的预付款，一时就往自己兜里边咧。这次你听听我的啊！你跟他们讲得清楚了，你这回拱着火过去，你再把人家给打了，那不是更对不起人家了吗？你来找我干什么？说，我家里出点事儿，那个，你那还有多少钱？
穆大哥，你等一下啊，回来。你是穆剑锋？是。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不知道。你被控行凶、诈骗，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国家银行贷款。你说我？走吧，跟我们走一趟。走。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等我这次出差回来，你到公司来找我。那就先感谢你了，我先干为敬。王律师，我朋友那个事儿吧，其实他就是跟别人合伙开了一个公司，然后那个人好像骗了人，就带着钱跑了。他现在被……你先吃东西。哦，我吃好了。他现在被公安局抓起来了。所以我想，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给他请个律师，可能能帮到他，对吧？所以我就在想说，您这儿能不能有一些……来，咱俩喝一个呗。哎，王总，他叫什么来着？不是老刘，你看你这个记性，我不给你介绍过吗？茉莉，莫小姐。哎呀，看我这记性。是。来，莫小姐，咱俩喝一个。对不起，我不会喝酒。这也太不给面了吧！咱俩端了。老刘，你也是有身份的人嘛，你自己喝去。刘总，咱俩喝一个呗。哎呀，还是你会来事。来，干了。帮你呢，也不是不行，可是。凭什么呢？哦，我会付你律师费的。这不光是律师费的事儿，你朋友这个案子呀，办起来很麻烦，我得到处求人。你看看，酒你也不喝，那你唱首歌吧。各位，让莫小姐给我们唱首歌助助兴，怎么样？好。莫小姐，唱一个呗。我记着上次去医院的时候听你哼哼邓丽君的歌，那你就唱一首她的歌吧。服务员，你好，请问唱哪首？哎呀，那就得看大家想听什么呀。莫小姐能唱吗？能唱。不想唱，那就不唱了。你想听什么呀？那就唱《甜蜜蜜》吧。甜蜜蜜好。最爱听这首歌。来，可以了啊。
半壁江山，我永远不会跟你提嫁娶之类的话。和银行内部人员里应外合搞非法贷款，他的公司现在都被查封了。我命令你，再也不要来找我了。这哪一条都够他在里头待一阵子。这不光是律师费的事儿。为了一个陆建峰，你什么都不顾了，是不是？你命都不要了，是不是？没见可以。王律师，歌我也唱了，酒我也喝了，我算有诚意了吗？你能跟我聊聊我朋友的事儿了吗？可以啊，跳个舞吧，边跳边说。说吧，怎么回事？他说他是个律师。我还真是第一次见有人到歌厅里去见律师。好，就算他是律师，他神通广大。怎么？你以为你陪他喝2杯酒，唱2首小曲儿，他就能帮你啊？啊？他无偿帮你啊？你太天真了。我说茉莉，你现在为了那个姓穆的，你脸都不要了，你知不知道？啊？知道你是当过兵的人，可是吧，这人呢，一旦到了这个地方，甭管以前干什么的，那命运啊就完全不一样了。等你出去的时候啊，什么他妈亲的热的，连老婆孩子看你的眼神啊都不一样。所以啊，
想开点。哎，这话说回来了，这万一真像你说的那样，那小子没跑，被警察给逮住了，嘿，你不就没事了吗？我跟你说啊，这警察呀，抓人神着呢。接着玩，接着玩。东海，吃完了再说。我是说，等你吃完了，咱们再说。我不想吃，都凉了。怎么样？给他换份新的。我帮你换个新的叉子。你知道我没有胃口的。那意大利面。吃吧。我来找你不是为了来吃饭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认为我会有办法？你一定有办法的。好，就算我有办法，但请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帮他？就算是为了我，行吗？为了你。吃吧。郭东儿，算我求你了。吃了就能聊了。吃了再说。
知道我这样你很恨我。吴磊，你摸着良心说，我对你不好吗？好，所以我道歉，都是我的问题。你之前教育我、批评我都是对的，我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所以是我勾引的他，跟他没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我勾引的他，都是我的错。他是个好人，所以他不应该被关在里边被冤枉。我希望你可以帮帮他。我要是不帮他呢？那你干什么？还去陪酒啊？是吗？茉莉，我以为经过昨晚的事情，你应该已经明白了，你什么也做不了。你，茉莉，离开了我郭东海，你什么都不是。你以为你这些年能顺风顺水，靠的是你的小聪明，靠的是你的姿色吗？是我，你靠的是我郭东海。你茉莉攀上了高枝，那就是凤凰。你要是离开了大树，你最多就是一只金丝雀。你再有姿色，那又能怎么样？那也不值钱，懂吗？懂，懂的。你怎么侮辱我都是对的，反正我在你面前从来没有尊严。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也得去做。你给我听清楚了，你现在就回家老实待着，哪儿也别去。我让你回家。茉莉，我郭东海的性格你是了解的，我不喜欢别人威胁我。没有，我没有威胁你，我怎么敢威胁你？我是求你，我真的求你可以帮帮他。我在求你，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求你啊！回家等我下。但你记住，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你。接着呢？茉莉，我真的希望你能明白，我给你戴上这枚戒指，它意味着什么，好吗？好，那我回家等你下。回家吧。团长，你这要出去啊？我又借到了点钱，我给你送过来。我知道还是不够，我还会接着借的。主要是建峰在里边待了好多天了，也不知道在里边遭了多少罪。小赵啊，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任保国被抓了。公安局根据建峰提供的线索，在城里抓住了任保国，所以说，建峰的案子终于查清楚了。团长，你说的是真的吗？这儿是真的呀。高团长，吴建峰，到！谁让你立定了？听命令，起步，走！你小子呀，你的案子全调查清楚了，除了打人不好，其余的都是那个合伙人的错，跟你无关。这包袱您给我送的？不是我，有一位到我那儿哭诉求援的人送的。要不我怎么会知道你小子在外边瞎折腾，把自己折腾到拘留所里来了？啊？谁跑您这儿哭诉求援了？着什么急呀？先上车。现在知道是谁为你搬援兵的了吧？还愣着干什么？上车！你躲我干嘛？我没躲你啊。躲你身上那味儿。什么味儿？犯人的味儿。去你的！咱们呀，先找个澡堂子，给他洗个澡，去味儿，换身衣服，然后全体去我们家。开车。是。我决定了，我要娶你，我要报答你，我要对你好，我要对你好一辈子。今天